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自从上一期灌汤黄鱼的视频，我发起了那个把某某某食物做成你们吃不起的样子之后呢，有一位粉丝就非常主动，他不仅评论了想让我做什么样的食材，还自己从他们老家的山上辛辛苦苦手打了这么多的栗子寄给了我。他跟我说的时候非常搞笑，说跋山涉水经历了很长时间，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食材，在打的时候呢，也被那个毛栗子的外壳啊，因为特别的硬，而且还有那种刺刺的，据说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扎了好几下。虽然说听上去是非常搞笑，但是真的还是非常的感动。那我想着啊，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一定要把他这个栗子啊好好利用起来。所以呢，我就决定啊，今天用这个栗子去做一道料理，把它做成我们都吃不起的样子，献给他。这一次呢，我就准备用这些栗子去复刻一下日剧《东京大饭店》里面的一道料理，叫做蒙布朗栗子塔。但是呢，会做一些我自己个人的小小的一些改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洗干净的栗子给剥壳处理一下。先用剪刀剪开外面的硬壳，划一道口子出来。接着呢，我们用手把这个壳啊给抠掉。为了方便去皮嘛，用热水泡一下这个栗子。泡的时间千万不要太久了，趁热呢，我们把栗子皮给去了。虽然说现在水真的有点烫啊，很好剥了。剥好的栗子啊，裹好纱布，用热水给它煮一下。煮的时候加点小苏打，我觉得呢，差不多要煮1个小时。煮完的栗子啊，我们用水给它冲一冲，去除它小苏打的味道。洗好的栗子呢，我们一半先做糖渍栗子。我们加入致死量的白砂糖，然后非常的多，做这个糖渍栗子。接着呢，我们加入香草荚和香草精，再用小火慢慢煨煮半个小时。煮完之后啊，加一点朗姆酒，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制作蒙布朗。首先，我们先制作一个蛋白霜。我们一边打发一边加入糖。这边有个小细节，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入这个白砂糖。做好的奶油我们挤上烤盘，尽量挤得漂亮一点。接着就可以放入烤箱了，100摄氏度慢烤2个小时。烤好的蛋白霜淋上白巧克力，再放入冰箱冷藏。剥好的栗子壳呢，千万别丢。接着我们还要再做一份栗子奶油。烤好的栗子加水再煮一下。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点小苏打、糖，去除啊它里面的那个涩味儿。大火煮开之后，我们用小火再慢慢煮半个小时。趁煮的时候，我们把另外一半栗子再打成泥。虽然说已经是机器搅打了这个栗子泥嘛，但是摸上去它的手感还是比较粗糙的。我们还需要用这个筛子啊，再给它过滤一下。它这个颗粒还真的是比较大的，好吧？筛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花费点力气的。接着在栗子泥中，我们加入糖、黄油、煮好的栗子水和奶油。我个人觉得栗子水和奶油呢，可以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奶油浓稠度，少量多次的去添加。这样我们栗子奶油也做好了，接着还要再做一份香草奶油。接着呢，我们准备打发淡奶油，下面呢铺上一点冰块，倒入淡奶油，加入香草精，再注意一个小细节，一定要把淡奶油完全打发。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制作最顶端的脆片了。首先，面粉、糖粉、黄油，还有蛋清，搅拌到黄油完全融化呢，我们就 OK 了。用颤抖的小手啊，均匀的挤上这个面糊。这个难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高，我天生手就抖。如果说是手抖的小伙伴，建议也不要尝试这道料理了。再放入烤箱160摄氏度烤7分钟。烤完之后，这个脆皮很烫，但还是一定要趁热把这个脆皮给卷起来。失败了 N 次之后，真的终于做出来一个稍微有点像样的了。
接着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制作外面那个脆皮。烤箱同样是之前的160°C，但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要烤15分钟。还是趁它非常烫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卷起来，卷成型。这样一个外面的脆皮环也制作完成了。最后，我们再准备好一个气球，均匀的涂上面粉，淋上准备好的黑巧克力酱。哎，你们猜到了没有？我这一次还准备用这个气球去做一个巧克力球。淋好的巧克力球，我们就可以放入冰箱冷冻，准备待用了。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so fast tonight. Have you ever stopped beside the road to smell the rose of life? Take a breath now. Don't hold it in too long. 'Cause you might end up missing out on life's short little song. She's saying, ooh, you've got one life to live. She's singing, you've got one life to live, don't let it go. Ooh, you've got one life to live. She's singing, you've got one life to live, don't let it go. OK， 那今天这一道我自己改良过的熔岩巧克力，再加上栗子、蒙布朗，就已经全部制作完成了。这道甜品真的是比我想象中难度远远大得多，整整花了1天的时间，从早上6点钟一直录到晚上，现在已经将近12点钟了。那还是按照国际惯例，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那接下来我来试吃一下这个甜品啊，既然吃这么甜的东西，肯定就不能配老伙计了，来一个新家伙。刚刚我自己看到那个巧克力球融化的画面真的是太治愈了，但还是要不忍心把它给破坏，虽然是非常精美的一个料理。我们先吃一下这个主体蛋白霜呢，配上这个脆皮，再加上这个栗子奶油和香草奶油。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甜了，但是呢，甜归甜啊，这几者融合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棒。那种蛋白霜还有外面那个脆皮，吃起来脆脆的，而且特别香。最后啊，还能抿到一丝丝的那个栗子奶油和香草奶油的味道。甜品果然还是非常好吃的，就是估计啊，这热量不小。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蛋白霜的味道，吃起来那种绵绵的、脆脆的感觉，口感非常好。这一次啊，我特地在中间埋了这一个糖渍栗子在里面，尝尝看一起搭配的味道。我觉得搭配上这个栗子吃会更好吃一点，因为它的栗子的味道会非常浓郁，好吃的。虽然说非常的甜，但是这样的甜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呢，我这一次把这个栗子啊，这个食材还是运用的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吧，对不对？同意的麻烦弹幕扣个1。哦，我觉得我这一次的黑巧克力那个球啊，巧克力浓度太低了，55%的，吃起来会有点腻了，有点齁的慌。我觉得应该用75%的会更好一点。这个白巧克力加上黑巧克力真的有点齁。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说这道甜品要是在下午制作完多好，下午3点钟非常惬意的午后，一道甜品，一杯茶，真的是非常美滋滋的感觉。就是啊，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吃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罪恶感的。做菜10小时，吃饭5分钟，3下5除2，我就把这个甜品给解决了。有一说一啊，我个人觉得呢，我做的这道料理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我觉得呢，把栗子这个食材呢运用的恰到好处，也可以说把它做成了咱们都吃不起的样子了吧，对不对？无论从它的口味还是外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一个满分不过分吧。好，那本期视频到这边先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麻烦帮我多多点赞，多多支持我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